荣获小卖部2024年度炸裂姐们称号，愿你继续用动人的笔触描述精彩的人生，健康成长，注意安全。你好，我这段故事共有3个男人，林林总总给了我差不多300万。C 很生气，要给我钱去给 B， 说你跟他一刀两断。我又贪了，我也没给。这是一段未遂的父女情，让我不知道是我遇到了杀猪盘，还是我成了卖茶女。老头也有点小钱，几百万欧的身价吧，他就给我打个1000欧，让我交房租和吃饭。这是我爱情骗子生涯的第一桶金。我大概是嫁入了大户人家吧，毕竟少爷在我孕期的时候很纳妾。我开始一边为这个家当好正房，找少爷谈，找老爷和夫人管，一边做好心理建设，悄悄搜集证据，重返职场工作。你好，我这段故事共有3个男人，不是同时啊。哎呦，你看来是经常听我们读信，已经知道我在害怕什么了。这故事有3个男人，但不是同时啊。我在20年的时候和 A 分手 ，A 做了一个 PPT， 管我要恋爱期间他付出的金额20万。在 A 索要的时候，我跟 B 暧昧 ，B 知道这个事儿就给了我20万，让我给 A。但是我贪了，我没给 A， 我只给 A 留下了一句话，说认识你真是造孽。然后我就不和他联系了。之后我和 B 在一起3年吧，林林总总给了我差不多300万，但是他控制欲太强了啊，能理解啊，能理解，给你300万控制欲强，太能理解了，一点不强就太难理解了。然后我是东北的，他是潮汕的，他家人呢其实是希望他找一个本地的，后面因为亲人生病，我回了趟老家，这段期间我们就分手了。B 还担心我，又给了我70万，让我今后好好生活。还得是我们嘎给人啊，还得是我们嘎给人啊，难怪做菜好吃啊！这做人这么仗义吗？哎，太猛了！又给了我70万，让我今后好好生活。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上班了，所以我只能依靠男人。依旧靠男人，所以我又找了 C， 因为刚在一起没多久，所以他也没给我花多少钱。这个时候 B 回来了，找我了，说放心不下我，希望和我复合，但是他占有欲实在太强了，且家人生病，我暂时也找不了 B， 就没答应。你家人生病，你找不了 B， 你可能找 C 呀。你家人生病还分人啊，家人生病说不能找 B， 只能找 C， 这病就不影响照顾病人啊，我就没有答应 B， 但我还在用他的亲密付。这时候 C 就发现了我和 B 的聊天记录 ，C 很生气，要给我钱去给 B， 说你跟他一刀两断，但是其实只给了1/3啊，我又贪了，我也没给。你姐们儿，你干啥呢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融资呢？你干啥呢？我又贪了，我又没给，但是我也不敢再跟 B 聊天了。我们现在只敢在听歌软件聊天了，那不还是在聊天吗？你换了个软件，我好纠结啊！我现在该怎么办？题外话 ，A 最近也加我了，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但是他现在微信签名是保险代理人，我感觉他要卖我保险。你买份保险吧，你这个情况应该买保险啊。这个 A 是上天派回来救你的，你这个情况我感觉应该买份保险啊。如果他真是卖保险，你买一份吧。哎，我的天！以你的性格，我觉得这保险不用你买，我觉得他能送你。以你的这个是吧手段，我觉得能让他送你份保险。太厉害了你！你要干什么呀？姐们儿，这么猛吗？你注意安全吧，你买份保险吧，我真强烈建议你买份保险。哎呀，好纠结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别炒股啊！首先，你这么多现金，你先别炒股，别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别炒股先，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什么建议啊，真头晕的。买份保险是对的，应该，说不定已经花完了370，然后 C 给了1/3，就100吧，470，470，哎呀，我现在只能依靠男人了，所以找个 C，470，你出国读书吧，啊，学点知识，看看自己能不能干点啥，490，算的比我还细。我估计这姐们开销也大，她应该花个不少，真头晕。东北人，哎，东北有个地儿叫鹤岗，你听说过吗？鹤岗你买个大 house， 你这不就退休了吗？但我估计你不是那性格的人啊，你性格应该不是这样的，所以你还是出国读书吧。哎，出国吧，买个保险，然后出国好好学习啊！真头晕，还问我怎么办？又是一个不耻下问，居然最后的落款是好纠结呀，蛋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哈哈哈！感谢你这种不耻下问的精神，但我帮不了你了，太猛了，注意安全，买个保险挺好。为什么觉得我能帮你？帮不了你，真的，学点东西。第一，不要炒股；第二，不要做任何投资。姐妹儿，听我的啊，不要做任何投资，不要炒股。对啥感兴趣呢？去学一段时间，再决定投不投钱啊。学一学，还是要了解一下真实的世界。你要不然这笔钱呢，来得快去得也快啊。他还用投资，哎呀，这，我就怕他乱来嘛，对吧？很容易来得快去得也快啊。但这是一段未遂的父女情，让我不知道是我遇到了杀猪盘，还是我成了卖茶女。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在软件上认识了一个老男人，比我爸还大5岁，不过气质还可以，可以参考老年版的滚石乐队。我不参考，我不相信，还参考，我就是纯无聊。不过这老头啊挺走心，他邀请我去他的国家玩哦，我说你给我整个外国人让我参考，他说给我打钱，让我可以买机票订酒店。知道我担心安全问题，对他不放心，所以不用告诉他航班信息和酒店名，只要和他在公众场合光天化日见一面就可以。我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兴奋了，说这骗局终于让我给遇到了，他这是要拐卖我呀！我和在那里留学的朋友分享了这个事儿，大家先是一起笑，然后莫名开启侦探模式，把老头的信息给调查了一番。你看这大学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啊！总之，结果就是老头的介绍其实都是对的，和真的都是真的，和现实对得上，且故事细节都是齐全的，也不是个骗子。老头也有点小钱，几百万欧的身价吧？怎么定义小钱的姐妹儿？几百万欧的身价是小钱，怎么定义的？这个欧头挺有钱，这个欧头。于是我们就觉得，反正是他给我打钱，先把钱赚到手再说吧。那个国家的朋友也挺多的，也没啥危险，就当是旅游吧。可惜还没有实施计划，就到了20年是这么个没实施成，这出不去了是吧？太离谱了，我这么寸吗？哎呀，我真是哭笑不得，又觉得很心酸，又很想笑。哎呀，老头还挺文艺，挺感性，跟我视频的时候担心我，然后也痛哭流涕。在我卖惨说我现在工资都少发了，他就给我打个1000欧。让我交房租和吃饭，这是我爱情骗子生涯的第一桶金。后来的几年里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，我也一直从老头兜里掏钱。他大概一共给了我10万人民币左右吧，有事没事就提一下让我去找他，我都糊弄过去了。你可真行啊，没答应。然后呢，老头现在有女朋友了，还一开始你遇着杀猪盘了，谁杀谁呀？这是你还给我你遇上杀猪盘了，谁杀谁呀？姐妹儿，人家这断断续续给你10万人民币，面都没见一面，人家自己找着女朋友了，这谁杀的谁呀？我们的交流也就没有那么频繁了，我能理解，毕竟羊毛不能都从一只羊身上薅，只是可惜我也没找到别的羊。你还爱上了？哎呀，这老羊头让你薅够呛，这老羊头。总而言之，后来由于我现实生活越来越忙，即使老头后来分手了，我们也呢渐行渐远，断了联系。现在我现在现实生活我又不忙了，是的，我失业了。于是我又想起了老头，几百万身家，真是让你给惦记上了，姐们儿，这
这个头这东方的神秘力量给他又惦记好了。说现在失业了，又想起来老头，给老头发消息，他不理我了，我有点生气。虽然我也没有养鱼吧，但是感觉鱼塘里的鱼跑了，我不喜欢老头，我也不觉得他对我有真心。而且呢，18的弟弟和同龄的男性，咱也都接触过，我也不存在 daddy issue 啥的，只是他这一不理我，哎，我就突然想去他的国家玩了，我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是不够狠啊！你没病，你就是这个杀猪盘吧，你还是稍微多少有点愧疚啊，就是杀的有点不够狠啊，你就不能算杀猪盘吧，你就是这个那叫什么呢？啊，就是稍微的几刀啊，没杀是吧？划猪盘，所以心里有点愧疚了。这毕竟是第一次干嘛，是吧，姐妹儿？这第一次上手，稍微有点那个良心未泯，是这个人性未泯，很正常啊。其实我也没什么想问的，我只是感慨一下，以及他是不是把我当成感情的骗子了？那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这位杀手，你觉得你还是什么好人了吗？这位杀手太幽默，这杀手，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感情的骗子呢？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刚这个姐们太逗了，这个姐们纯是这个，你想去就去呗，你突然想起去他的国家玩了，去呗。我不喜欢老头，也不觉得他对我有真心，你可以不见他呀，你去他的国家玩你的呗。完了你还拍几张照片，你气他，他不理你吗？你就自拍在他的国家那些标志性建筑，咔咔一拍，拍好说，嘿，猜我在哪？他不理你吗？我保证你一发他马上理你。又来了，拿着几百万欧元的身家，就又想起你来了，又想给你消费了啊！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太逗，老头会不会是不在了？咱们别这么地狱行吗，朋友们？咱们别这样好吗？别老说这么吓人的。这老头虽然跟咱们也非亲非故吧，但是咱没事是吧？不好怕老头正好吧？非故的，看这老头也不是啥坏人，是吧？你不喜欢就不用见了。这姐们真行，纯花人家钱，拿人练口语啊，是吧？经常还打个电话，断断续续花人家10万人民币，说现在想去他的国家玩了，去呗。你那不有朋友吗？你跟你朋友玩呗，然后你没事拍点他们地标性建筑发给他气气。但我很需要你，看看我吧。我很喜欢你在播客里的一个观点：时间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时间只是事物发生运动后用来记录变化的。比如当我说我8月18号离婚了，哇，很近的事啊。8月18号离婚了，以后别人会问那是哪天啊？我会说是在带开小卖部之后那段时间，巴黎奥运会刚结束啊，原来是那个时候啊。是的，但那个时候我离婚了。你文采还挺好，给我整上欲扬先抑这一套啊，姐们儿，你后面别给我整个悲伤结尾啊！我希望你幽默到底啊！你后面别给我悲伤起来啊！我看看你，我大概是嫁入了大户人家吧，毕竟少爷在我孕期的时候纳妾了，对方是一个医美姐，挺漂亮的。哈哈哈，说话真难听啊！这对方是个医美姐，挺漂亮的，哈哈哈！你没有这3个哈哈哈，我就信了。你真难听啊，说话。我是在月子里发现的，这样的事儿发生在我身上，我痛苦但又理智。我开始一边为这个家当好正房，找少爷谈，找老爷和夫人管，一边做好心理建设，悄悄搜集证据，重返职场工作，等待宝宝断奶。终于，少爷纳妾的毛病啊不见好转，老爷和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此时我的宝宝已经1周半，1岁半吧，1周半是1岁半是吧？手握证据的我决定离婚吧，我先搬回了自己的家。这时闭麦的老夫人坐不住了，打电话跟我妈理论，说谁家男的没点这种事儿啊？这可是有本事的男人才能干的。牛啊牛啊！他还有个表情，他说牛啊牛啊的时候配了一个鼓掌的表情，这玩意太幽默了。说牛，我得必须模仿他，他是牛啊牛啊！精明且同样离过婚的大郡主哦，她老公少爷的姐姐啊，大郡主，精明且同样离过婚的大郡主也坐不住了，先发微信，先是否认我妈妈，说哪个妈妈会支持自己的女儿离婚呢？我想了想，她的妈妈也就是老夫人呢。大郡主接着发表观点，说我们当地某学校的女老师家里的男人都有事儿，还说人家全校女老师也没人要离婚呢。最后大郡主告知我说，他们家是不会管教他少爷弟弟的，但是我要管啊，但
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觉得喜剧好笑，现在我发现老夫人和大郡主讲话也好笑。当然，自始至终，聪明的老爷没有出过面。唯一一次，在我决定离婚刚搬出来后，我的父母好巧不巧在老家喝粥的时候，看见了同样进来吃粥的老爷和大郡主。老爷没有像大多数父母一样慌张地向亲家讲少爷如何不对，而是充分表现了我们北方人的姿态，像大部分遇见熟人的北方人一样，点完餐后热心的回头问我已经都要吃完的爸爸，说我一起结了。我们北方确实是这样的，北方越小的城市越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那可是粥铺哎，是先付后吃的。但我不知道老爷在夫人的心里有本事吗？但我知道了，老爷出来喝粥没带夫人。但我很奇怪，我其实没有特别难过，这个经历甚至比不上领导的批评，早高峰的堵车让我痛苦。换个心情，觉得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，甚至也没有因为一次的失败经历去惧怕以后的恋爱或婚姻。我应该会谨慎，但依然向往，依然期待会拥有像我爸爸妈妈一样的温暖的、简单的又琐碎的婚姻。所以，但我有个困惑想问问你，你看我这样的还算有金刚钻吗？你太有了，以后我还能揽瓷器活吗？你太能揽了啊！谢谢的啊，不用谢，谢谢你啊，你写太好了，非常好，你去吧，你纯金刚钻啊，没问题，太幽默了，没问题啊，可爱是吧？就光读信就知道这个人很可爱，可爱有幽默感，然后呢有理有据，不会被人欺负，但也不欺负别人，特别的成熟是吧？没问题啊，这姐们儿。把你的话送给你啊，牛啊牛啊，没有讽刺你啊，姐妹儿，牛啊牛啊，这姐妹儿没问题啊，肯定的，非常好啊，笑死我了，太精彩了，恭喜啊恭喜，这个男的配不上你啊，恭喜，非常好，这个姐妹儿就是能感觉到她的心理强大，但你说她难过不难过呢？肯定难过。其实我读这封信，我觉得题眼是什么？这封很幸福很幽默的信的题眼是什么？我觉得是我依然期待会拥有像我爸爸妈妈一样温暖的、简单的又琐碎的婚姻。你说这个是吧？自己本来的家庭幸福是多么的重要，就特别稳，这肯定是家给就特别稳，所以你看人格就很强大，遇到这个倒霉的事儿也无所谓，就过去了。很好啊，伤心肯定也伤心嘛，好吧？原生家庭很重要，对，很重要啊。看这个姐妹很强大，非常好，希望大家都能这样。当然原生家庭这种事儿羡慕不来哈，人家原生家庭特别好，特别强，所以呢，感觉他就特别稳。那你说我这个原生家庭好像不是很好，我怎么办？你就尽量的把你现在的家庭创造成一个好的原生家庭，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，改变不了过去，只能创造未来。欢迎各位，感谢大家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哎，对，把自己好好养一养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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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新年快乐，朋友们！新的一年啊，不一定每天都快乐，但是每天都过下去。拜拜。